这是一片在中国地图上找不到具体地名的区域，尽管它自古以来就在中国版图之内，但现在却是印度在实际控制它。这里就是中国藏南地区，他们血脉上是中国人，但是长得也最不像中国人。他们就是生活在藏南地区的珞巴族分支部落阿帕塔尼氏族。这是个奇怪的民族，为什么说它奇怪呢？先给你看看这个部落女人们的模样，是不是有点吓人？但你绝对想不到，在过去，她们个个都是远近闻名的美人。这种在我们看来近乎毁容的做法，恰恰是她们每一个女孩成为真正女人的标志。你可能觉得，对自己这么狠的民族，规矩肯定特别森严吧？恰恰相反，这里的未婚姑娘享有惊人的婚前自由，和周边部落未婚女性，但凡有婚前性行为，就遭到唾弃打杀不同。阿帕塔尼的未婚女性在婚前可以睡自己喜欢的男孩们，注意是复数的们，男男女女，还可以在村庄里的公房开点奇妙 party。 他们保守又放开，像这样相互矛盾的新奇之处，阿帕塔尼族还有很多。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位于中国藏南的神秘山谷，去探寻阿帕塔尼人背后那段被遗忘的生存史和他们即将消失的文化密码。在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东南方向，有一个山南市，山南市的错那县东部有一个叫做季罗的村落，沿着季罗村落一直往南，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山谷，被叫做季罗山谷。季罗山谷平均海拔1700米左右，平原地带面积约为32平方公里。这里便是珞巴族的分支氏族阿帕塔尼部落，是待繁衍生息的地方。季罗山谷位于藏南地区和印度交界，这里也是印度实际控制的地区。印度把阿帕塔尼族所在的这片区域叫做阿鲁纳恰尔邦，这让世代是中华民族一份子的阿帕塔尼族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他们血脉上是中国人，但又不太像中国人，再加上印度当局历来限制中国人进入印控藏南地区，这也就使得阿帕塔尼族变得神秘起来。不过，通过社交媒体上外国人的视频和游记，世界渐渐知道了阿帕塔尼族的存在。阿帕塔尼族最出名的就是那些自我毁容，在脸上纹面、鼻孔里塞木头的女人。她们在鼻子的两侧各嵌入一块黑色的木质圆塞，大小从半厘米到2厘米不等，差不多有大衣纽扣那么大。年纪越大的女人鼻塞也越大，看起来就好像2个朝天的大鼻孔。第一次见到阿帕塔尼女人这副模样的人，几乎都会被吓一跳，以为他们的鼻孔就是被撑得这么大的。发现只是塞着鼻塞后，人们又会担心他们该怎么呼吸，万一流鼻涕该怎么办？但其实木质鼻塞只是塞在鼻子的两侧，他们的鼻孔是在下方的。除此之外，他们面部还有墨蓝色的纹身，从额头到鼻梁纹一条，下巴又有3至5条较短的竖纹。在这种落后的部落里，没有现代医学的麻药，纹身的时候会疼痛，但比起纹身，插鼻塞才是更痛的。放在以前，这就是每个阿帕塔尼女孩的噩梦。今年58岁的塔利就是最后一批经历过这个仪式的阿帕塔尼女人。她到现在还记得自己12岁那年被母亲和几个长辈按在竹篓里的情景。那一天，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阿帕塔尼女人。当阿帕塔尼族的女孩满12岁后，就要进行插鼻塞和纹面的仪式，这代表着这个女孩已经成为女人。但这个过程极其痛苦，母亲和家里的女性长辈会一起帮助女孩完成这个仪式。部落里没有麻药，也没有消毒酒精，更没有专业工具。塔利回忆起当年，母亲从森林里找来一根最尖锐的植物硬刺，女性长辈们会抓住塔利的四肢，固定好她的头部。在塔利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母亲用这根刺猛的一下扎穿了塔利鼻翼两侧最娇嫩的皮肤，一瞬间鲜血就狂涌了出来。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持续的折磨。为了不让伤口愈合，他们马上会用一根细细的小竹签插进塔利刚刚扎穿的鼻侧。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里，伤口会红肿发炎，塔利就连吃饭喝水都会疼痛，连呼吸都似乎带着一股血腥的气味。等伤口稍微适应了，更痛苦的一步来了，那就是扩张。他们会帮塔利拔掉小竹签，换上一根更粗的竹签，等过段时间再适应了，就再换一根更粗的。这个过程就像我们现在打耳洞后堵住耳洞不让它愈合一样，但耳洞只是一个小小的洞，塔利鼻子上的洞还得慢慢扩大，那可是鼻子上最敏感的肉。每一次更换竹签都带来一次新的撕裂和煎熬，直到最后，
当鼻孔被撑到足够大时，他们就会塞进最终的成品，那就是一个用木头削成的直径1到3厘米的圆盘。为了防止木头腐烂和伤口感染，这个木盘子通常会用火烤的焦黑，利用碳化层来起到一定的杀菌作用。小塔利刚适应新鼻塞没多久，母亲便开始了仪式的第2步，纹面。同样是用植物的刺，在塔利的脸上一下一下地扎出图案，一条是从额头正中心沿着鼻梁一直刺到鼻尖，另外几条则是在下巴上均匀地刺出5条平行的墨蓝色竖线。扎好之后，长辈们会用一种混着锅底烟灰和特殊植物汁液的黑色颜料，用力地揉搓进这些细密的伤口里，这样等伤口愈合后，蓝黑色的花纹就永远地留在了皮肤之下，一辈子也无法洗掉。塔利回忆说，他当时疼得几乎晕过去，他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要对自己这么狠，而他的母亲一边流着泪，一边死死地按住他，嘴里念叨着：“孩子，忍一忍，这是为了你好，是为了保护你。”一句“为了保护你”，就是这段残酷历史最无奈的注脚。这是一种深沉的母爱，却包裹在最残忍的行为之中。阿帕塔尼族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帕塔尼女人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出了名的漂亮，她们皮肤白皙，五官立体，再加上阿帕塔尼人性格相对温和，不善争斗，这就惹来了大麻烦。当时的藏南地区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人口，互相打杀杀是家常便饭，而貌美的阿帕塔尼女人就成了周边那些骁勇善战的部落最眼红的战利品。于是为了保护自己，阿帕塔尼族的女人们不得不让自己变丑。看到这里，你也许会担心，阿帕塔尼的女人们会不会因为太丑而不好婚嫁呢？其实在过去的阿帕塔尼族，他们并不看脸，毕竟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当所有人都遵守一个规则时，这个规则本身就成了道德。一个女人如果鼻塞戴得越大，脸上的纹身越清晰，那就说明她越遵守传统，越有德行。在媒人眼里，在未来的婆家眼里，这样的女孩才是能吃苦守本分，最适合娶回家当老婆的好人选。除此之外，阿帕塔尼的女人们还拥有其他部落女人都羡慕的婚前自由。藏南地区洛巴族的分支部落有很多，大约有20多个，阿帕塔尼只是其中之一，其他部落还有博嘎尔部落，它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实际的控制区内的部落。博嘎尔部落和阿帕塔尼部落都实行着严格的等级婚，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印度种姓制度分为4个等级：婆罗门、沙地利、吠舍和首陀罗。阿帕塔尼族也有自己的身份等级，社会地位较高的是古提，地位较低的是古斯。古斯是阿帕塔尼族的奴隶阶层，一般来自周边生产力低下的小部落，比如尼西人或者一些还不起债务的人。他们来到季罗山谷，寻求阿帕塔尼人的庇护。如果主人的年龄比奴隶大很多，他们就会以父子相称；如果年龄相仿，那就以兄弟相称。虽然阿帕塔尼的等级制度没有那么森严，奴隶和主人甚至吃穿住没有什么区别，但作为奴隶还是可以随时被主人买卖的。在印度，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严格禁止通婚，但阿帕塔尼族的等级婚制度又和印度种姓制度有一些差别，他们并没有完全禁止高低等级之间的通婚，只是高等级的人如果与低等级的人结婚，高等级人的地位就要下降，所生的子女也是如此。以博嘎尔部落为代表的很多部落对未婚少女的贞操十分看重，如果高等级的少女一旦发生了非婚的性关系，她会声名狼藉，轻则被全族唾弃，重则可能都活不下去，而且同一等级的男人将不愿意娶她为妻，高等级少女就只能和低等级的人结婚。在阿帕塔尼反而没有这样的规矩，他们充分享有婚前的自由，在婚前可以和自己喜欢的男孩们交往。你听清楚了，是复数的们。过去在阿帕塔尼的村子里，会有一种专门给未婚青年社交用的工坊，白天大家各自干活，到了晚上，年轻的男孩女孩们就会聚到这里来，大家一起聊天、唱歌、喝酒、看对眼了，甚至可以直接在这里过夜。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个专供年轻人开奇妙派对的地方。更绝的是，女孩甚至可以接待来自不同氏族的男孩。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逻辑呢？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一种独特的婚前考验。在一个没有文字、信息不发达的社会里，这种开放的社交能让年轻人在正式步入严肃婚姻之前
有充分的机会去了解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伴侣。沉重的历史，毁容的脸庞，奔放的青春，这些矛盾的碎片共同构成了阿帕塔尼人奇特而又真实的生活。但这还不是全部，因为他们的生存智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接下来我们这就去看看这个没有文字的部落是如何在藏南这片山谷里世世代代生存的。阿帕塔尼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口耳相传是阿帕塔尼部落经验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这些就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上。首先是吃饭问题，基罗山谷的平原面积有限，32平方公里却要养活6万多张嘴，这在当时周边部落看来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却做到了。阿帕塔尼人是有一套不用化肥、不喂饲料却能稻鱼双收的千年农业系统，这套系统说白了就是一种登峰造极的立体农业。稻鱼双收并不是阿帕塔尼族首创，这是中国在农业社会发展时期长久以来的宝贵经验，这也让阿帕塔尼人从很早以前就告别了刀耕火种。他们是洛巴族中最早从事水稻种植的部落之一，他们在这片山谷里开垦出一块块平整的水田，这是一楼，用来种水稻。在水里他们会特意挖一些深沟和水塘，这是地下室，用来养一种当地特有的鲤鱼。最绝的地方来了，水稻给鱼提供庇护，稻花和一些小虫子是鱼的天然食物，而鱼呢，在水里游来游去，它的排泄物就是水稻最好的天然有机肥，还能帮忙吃掉害虫。这还没完，他们也没浪费田埂，这是阳台，专门用来种小米和玉米。为了精准控制灌溉，他们还修建了复杂的水利系统。他们会在山泉流经的地方用巨大的中空的树干做成天然的水渠，利用山谷的自然坡度把山泉水巧妙地分流，逐级引入每一块梯田，整个过程精细得让人吃惊。除了稻米，阿帕塔尼人屋前屋后还会种一些豆类、黄瓜、土豆、蔬菜等等。奥地利著名的人类学家海门道夫曾感叹，从周边那些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的部落，一脚踏进阿帕塔尼人的山谷，就好像一下子跨越了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从茹毛饮血的野蛮社会直接进入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而阿帕塔尼人的生存智慧不仅体现在农业，还体现在了建筑业。阿帕塔尼族的传统建筑是以橄榄式竹楼为主，建造的时候会就地取材，在竹林里砍下很多竹子，用比较粗的竹子并排固定在一起，制作成方形的地板。较细一点的竹子就和树枝木棍编织成几面墙壁，屋顶则是建造成人字形，再铺上茅草、芭蕉叶、棕榈叶做顶。整座竹楼建在 1.5 米到2米的由竹竿或者圆形木头铺成的高跷腿上，是不是很像东南亚的架空竹楼呢？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这样建造的竹楼离地有一定的高度，能起到防潮、防野兽的效果。到了竹楼的内部，空间被分为2个部分，2/3是室内生活区，剩下的1/3是一个开放式的露天平台。人们回家都得通过一根早有踏脚凹槽的独木梯，先爬上这个平台，才能从平台进入室内。这个露天平台就是他们晾晒粮食、衣物，或者夏天纳凉做手工活的地方。生活区的正中心是火塘，火塘底部是一个固定的正方形木框，木框最底是平整的干泥土，泥土之上堆放着木柴、稻草等可燃物，上面架着一口大锅，平时煮饭煮菜都在这口锅里。一家人围着火塘做饭、取暖、照明。看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那阿帕塔尼人的竹楼烟囱在哪？在竹楼里点火塘不会被烟呛死吗？答案是不会。这就得说到阿帕塔尼人聪明的地方了。在大锅的上方，他们会从屋顶上掉下来一个有3、4层的正方形木架，做饭时的烟会带着热气袅袅上升，正好穿过这些架子。这些架子上放着什么呢？放着没吃完的肉、水里捕捞的鱼，还有刚收的稻谷。烟火的热量正好把这些食物熏成了肉干、鱼干、干骨，这样就能长期保存了。除此之外，架子还放着一些餐具、炊具，烟气也能将这些器具烘干，就像现代人的消毒碗柜。这些烟还能有效防止蛀虫和蚊子呢。剩下的烟到了竹楼顶部，会从开好的小窗口飘出去，所以阿帕塔尼人完全不担心会被呛到。除了水稻和稻田鱼，阿帕塔尼人的餐桌上还有一道令外来者感到害怕的硬菜。如果你有幸到阿帕塔尼村庄做客，热情好心的当地人会拿出一些小肉干给你尝，
那些肉干看上去和普通牛肉干没啥区别，呈暗红色，还有烟熏味，就跟烟熏腊肉一样。你开心地嚼了起来，味道也还不错，肉质筋道。于是你问阿帕塔尼人，这是牛肉吗？阿帕塔尼人会一本正经地说，不，这是老鼠肉。停，你先别急着呕吐。一听到吃老鼠，我们可能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但你得知道，阿帕塔尼人他们吃的可不是城市下水道里的那种老鼠，而是生活在干净稻田里的田鼠。这些田鼠以谷物为食，长得肥肥壮壮，干净得很。而且阿帕塔尼人捕来田鼠后，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处理。他们要先把田鼠开膛破肚，清洗干净，然后挂在自家屋子的火塘上方，利用做饭的烟火慢慢的熏烤。时间长了，鼠肉里的水分被完全烤干，油脂被烟火逼出，最后变得像咱们经常吃的腊肉、火腿一样，成了可以长期保存的肉干。在过去蛋白质来源稀少的年代，这种老鼠干是他们补充营养的重要来源。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阿帕塔尼人餐桌上一道独特的风味。如果有尊贵的客人来访，主人家才会拿出珍藏的老鼠干，那可代表着最高规格的款待。吃饱喝足后，阿帕塔尼人都有什么娱乐活动呢？如果我说茶余饭后他们喜欢摆弄生殖器，你会不会惊掉下巴？没错，阿帕塔尼整个部落对男性之根都有着近乎狂热的崇拜。在阿帕塔尼人的村子里，门上不会贴着对联、福字，家家户户的门口反而挂着一个木头雕刻的东西，那是一个非常形象的男性生殖器图腾。不仅门口挂着一根，院子里的地上还立着一根大的。他们管这个叫卡让心，一般用粗壮的树干雕刻而成，做的那是相当细致和逼真。在我们看来可能不忍直视，但在阿帕塔尼人的文化里，这恰恰是最大方、最神圣的祝福。在过去那个生存环境恶劣、夭折率高的年代，人丁兴旺是一个部落能延续下去的头等大事。这种直白的生殖崇拜，就是他们对生命和繁衍最朴素强烈的祈愿。这种祈愿在他们的节日里则表现得更奔放，比如在他们每年最重要的祭祀节日莫朗节上。莫朗节在每年的1月举行，一般会持续将近1个月的时间。节日的宗旨是驱赶灾害，祈愿丰收，希望大家平安繁荣。一般由村子里的某户富裕人家自愿成为主办者，主办者的家族和亲友都会鼎力相助。他们还会宰杀几头西藏特有的大额牛，宰杀前由祭司对着牛进行几个小时的弹唱，不对，是吟唱。当祭司做好了法事后，就会宰杀掉牛，将牛肉分割成上千条，巡游时分发下去给家家户户，寓意着分享祝福。主办方在挑选巡游人选时，不要中老年男人，只要全村最健美的男青少年，让他们身着盛装，在巫师的带领下去临近各村巡游。他们会经过每个村子即将播种的土地和家家户户的门前，一些男人会高举着巨大的彩绘竹制男性生殖器模型，另外一些男人则一边挥舞长刀敲击铜盘，一边跳着充满力量感的生殖舞蹈。大家一起放声高歌，他们相信这种方式能祝福土地，带来丰收，也能保佑家家户户多子多福。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是崇拜男性生殖器？直接孕育孩子的女性不是更能代表生命力吗？其实不仅是阿帕塔尼部落，整个洛巴族都是父系氏族社会，他们认为男性在生产领域中起到主导的作用，世系继承也是以男系为主，整个社会都以男性为中心。既然如此，那阿帕塔尼族岂不是都由男性说了算？如果村落里有纠纷和矛盾，都是男人们一言堂吗？是，但也不是，也不全靠男人。这个没有文字的部落在解决纠纷的时候，有时却是靠祭来断案的。阿帕塔尼部落没警察，没法院，更没有白纸黑字的法律，他们解决纠纷的方式主要靠村委会。没错，他们有村委会，叫做布里扬。这个村委会很有意思，它还有分工。经验最丰富的老人家组成第一梯队，主要商议部落大事；精力充沛的中年是第二梯队，负责处理日常纠纷；年轻的小伙子们是第三梯队，负责跑腿传信，表达年轻人的看法。但布里扬的裁决没有强制力，不会强迫村民一定要执行决议，它的核心功能还是调解，一般靠的是大家的尊重和自觉，所以决议通常都会被接受，属于是大家坐下来好好商议，各退一步，各取所需。那要是遇到特别棘手，谁也说不清的案子怎么办呢？比如某家人的鸡不见了，他指责是邻居偷的，但又没有证据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请鸡神登场了。当部里养也无法解决问题时，他们就会请来部落的祭司，一个被叫做尼布的人。尼布会举行一个叫神裁的仪式，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杀掉一只鸡，然后取出还温热的鸡肝，仔细的观察鸡肝的颜色是深是浅，上面的纹路是清晰还是模糊，有没有奇怪的斑点。这些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神灵给出的启示。祭司会根据这些神谕当场宣布谁有罪谁无罪，而被判决的一方通常都会心服口服地接受，因为在他们的信仰里，这已经不是人在断案，而是神在断案。阿帕塔尼人的宗教信仰是崇拜自然，相信万物有灵，大到天地、太阳、月亮、星星、山峦、河流，小到动物和植物，都是他们崇拜的对象。他们还相信大自然中有许多能带来祸福的精灵巫幼，必要时需要宰杀牲畜来祭祀，祈求精灵降下福祉或和精灵和解。就这样，一套独特的农业系统，一栋智慧的竹楼，一种奔放的信仰，再加上这些看似玄乎却行之有效的社会规则，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阿帕塔尼人那套没有文字却无比精巧的生存密码。然而，这套运行了上千年的古老生存密码，在最近几十年却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外部挑战。当现代文明的浪潮涌入这片与世隔绝的山谷时，一场更深刻的碰撞已经悄然开始。在一个典型的阿帕塔尼家庭竹楼里，祖母亚玛坐在火塘边，手指习惯性地摩挲着自己鼻子上那2个黑色大鼻塞。她今年才19岁的小孙女阿尼正在和她生闷气。阿尼不太喜欢来祖母的竹楼玩，因为每次都要听她的唠叨。她和父母住在竹楼后方用水泥砌成的小楼里，只有祖母依然坚持住在竹楼里。阿尼的父母用家里的小楼开了一间民宿，接待世界各国的游客们，甚至获得了印度旅游局颁发给他们的奖杯。阿尼每次来竹楼都爱低着头刷手机，屏幕的光映照在她光洁的脸上，她脸上既没有鼻塞也没有纹身。这个鼻梁高挺的大眼睛女孩拥有一副好容貌。阿尼想要去参加季罗山谷每年一度的现代节庆活动——阿帕塔尼小姐选美比赛。是的，你没听错，在这个曾经以自毁容貌为传统的部落，如今最受年轻人追捧的活动之一就是选美比赛。印度为了加强对藏南地区的文化控制，将生来就漂亮的阿帕塔尼女性作为一种文化向世界推广，不仅在当地积极宣传，还邀请世界各地的人来观看选美比赛。但亚玛就不希望阿尼去那些公众的场合里抛头露面，亚玛担心会有人觊觎年轻漂亮的阿尼，万一将她拐了去该怎么办？所以趁着阿尼来竹楼，亚玛又开始了他的劝告。不仅仅亚玛和阿尼这一家，选美比赛还引起了阿帕塔尼老一辈女性和新一代女性的矛盾。这不仅仅是审美差异，这背后是2代人价值观的根本对立。亚玛那一代人的人生信条是我们是谁，由我们的传统说了算，而阿尼这一代人的想法是我是谁，由我自己说了算。阿尼有这种想法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从出生起接受的教育就是现代化教育。20世纪中期以来，印度当局对阿帕塔尼族所在区域管控得很严格，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这片地区的控制，印度大力推行现代化建设。他们修了水泥路，让汽车可以开进封闭的山谷，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资源。他们建了学校，学校里教的是印地语和英语，是印度的历史和地理。阿帕塔尼本民族的语言和口述史则被视为落后的东西，于是就被逐渐边缘化了。阿尼这一代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下长大的，他们从小接受的观念就是外面的世界才是先进的，自己的传统是野蛮的。而近些年，手机和 WiFi 信号的普及，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就像一个特洛伊木马，把整个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直接推送到了每个年轻人的眼前。他们看到了以前无法想象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产生了新的欲望，也建立起了新的评判标准。当一个年轻人每天在手机上刷到的都是光鲜亮丽的城市生活时，你再让他去理解看鸡肝断案的神秘，再去体会火塘熏鼠干的智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套在封闭环境里运行了1000年的古老生存密码，在互联网的降维打击面前被迅速破解，变得一文不值。在这样的冲击下，旅游业的兴起则让这场碰撞变得更加魔幻和复杂。
过去，阿帕塔尼人对外人充满警惕，轻易不允许外人进入部落地界。而现在，他们的家乡基罗山谷却成了印度乃至全世界背包客眼中的网红打卡地。而其中最极致的体现，除了选美比赛，就是每年9月举办的基罗音乐节。音乐节一般为期4天，由印度政府牵头策划，邀请世界各地的音乐人、乐队、乐团来参加，被号称是印度最大的户外音乐节。想象一下，在一片视野开阔、绿油油的大草地上，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现代化舞台，舞台上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独立乐队，他们弹着电吉他，嘶吼着朋克和摇滚。舞台下是成千上万来自孟买、德里，甚至是欧美国家的时髦青年，他们化着烟熏妆，扎着脏辫，跟着音乐疯狂摇摆。而就在离这片喧嚣不远处的村口，像亚马这样的老人可能正坐在自家竹楼上，平静地看着这一切。他的脸上是1000年的传统，不远处的青年们脸上是21世纪的狂欢。这幅景象既朋克又割裂。那么现代化给阿帕塔尼带来的究竟是好处还是坏处呢？好处肯定是有的。现代化的思潮让阿帕塔尼人摒弃了那些糟粕传统，比如最经典的鼻塞纹面，阿帕塔尼族已经严厉禁止了这种行为，现在也只能在50岁以上的女性脸上看到了。年轻一辈的阿帕塔尼女性已经不会再插鼻塞和纹面了，一些插过鼻塞但是直径比较小的中年女性也会去做整容手术，将鼻塞的孔修复。还有同婚制度和等级制度也被禁止。阿帕塔尼女性不用1到12岁就议亲了，她们可以去读书上学。基洛镇是当地最大的商业集贸中心，很多阿帕塔尼人在这里摆摊开店，卖土特产和手工艺品，也有一些外地的商人会将货物拉来镇上卖，现在也成了游客们必打卡的一个景点。这不仅促进了阿帕塔尼人的收入，还让他们购买到了外面的新鲜玩意儿。但现代化也让阿帕塔尼人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传统，他们的语言、建筑、习俗正在一点点消失，其中最让人心痛的就是文化尊严的流失。旅游业让阿帕塔尼人，尤其是那些依然保留着传统外貌的老人，成了被观看的奇观。一开始这些老人们还会不好意思，但都会淳朴的微笑。但当他们知道拍出去会被世界恶意凝视时，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难过。到后来，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渐渐麻木了。在当地旅游业的影响下，不管是不是出自他们的意愿，哪怕他们不想被拍，但是为了换钱补贴家用，只能将自己丑陋的面容对向镜头。当有游客举起相机，想拍下一位正在田里劳作的带着鼻塞的老奶奶时，等来的可能不是淳朴的微笑，而是一句生硬的带着一丝不耐烦的喊声 Money Money， 钱钱钱，给钱才能拍。导游不得不从口袋里掏出50卢比递过去，交易才算完成。据说他们对外地游客开的价比对本地游客还要高得多。一个曾经承载着血泪和历史的悲壮习俗，如今却沦为了一张张明码标价的猎奇照片。一个民族的伤疤成了一门生意。当水泥路带来了外来的游客，当 WiFi 带来了外面的世界，当古老的习俗变成了可以交易的商品，当年轻人渴望成为选美冠军，那个曾经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阿帕塔尼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他们的背影在现代文明的光影下显得既迷茫又充满了不确定性。阿帕塔尼人的传统文化和他们所有的一切是如此独特，以至于他们生活的家园基罗山谷正由印度当局以基罗山谷文化景观为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然而时至今日，这份看似完美的申请一直没有被批准，其中的缘由并不在于文化本身不够独特，而在于这片山谷在地图上所处的位置。它恰好坐落在一个极其敏感的由中印两国共同声索主权的争议区域。对于一个国际组织而言，批准任何一方的申请都无异于介入一场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纷争。美丽的山谷和有争议的身份，无论它有多少文化景观，在没有被确认身份之前，一切都如镜花水月般虚幻。而这场宏大的纷争最终的代价却落在了每一个普通的阿帕塔尼人身上。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现实也最沉重的问题：当最后一个插着鼻塞的老人带着他脸上的史诗静静地离去，当最后一个懂得吟唱古老传说的祭司再也找不到听众，当阿帕塔尼的年轻人手里拿着印度颁发的身份证件，在学校里学习着印地语，在音乐节上与世界各地的游客狂欢，
他们还会认为自己是谁？他们千年来血脉里的记忆和他们护照上的身份，到底哪个才是他们？他们又属于哪个故事？是属于血脉里那份来自北方的古老记忆，还是属于他们手中那份规定了国籍的官方文件？阿帕塔尼人的身份危机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古老族群在地缘政治与历史洪流中漂泊的命运。他们的未来依然悬而未决，而他们生活的这片美丽的山谷也依然在沉默中，等待着它最终的故事被真正的书写。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和转发，我们下个视频会更精彩。